远滚多远！三小姐大度不报官，已经是便宜你了。哎，这不是沈家那个庶女吗？可不是吗？这里是……哼，怎么？难道你还想再撞一次墙？我不是飞升上界被雷劈失败了吗？怎么现在自己会在这里？这奇怪的衣着，又是谁给我换上的古装？这不是江家养了10几年的假千金沈景洛吗？听说半个月前真千金给找回来了。这假千金怕丢了富贵，真是不知廉耻。可不是，这假千金故意盗窃栽赃真千金，被赶出府不甘心，一头撞在这石狮子上，想以死威胁呢。喂，别以为装死就能得到老爷夫人的怜惜，假的就是假的，永远成不了真的。你占着江家三小姐的位置，败坏江家名声。老爷夫人没把你大方官复已经很不错了，你在这里装什么可怜？这圣经谁不知道江家三小姐是个大字不识的草包？原来是龙生龙，凤生凤。你这个乡巴佬生的孩子，不识字也正常。道歉。你还以为你是江家三小姐吗？我凭什么给你道歉？给我舔干净！你个小贱人，我要撕了你！奉劝你多积些口舌，小心死后下拔舌地狱。你给我当着三小姐不飞胖过你！好啊，我就在这里，让你们家三小姐来找我呗。我有那么可怕吗？顾着出气高兴了，倒忘了现在肉体凡胎，还得指望五谷杂粮。如果不赶紧找点吃的，恐怕自己就要成为古往今来第一个被活活饿死的飞升者了。这江家借着原身的福命享足了气运，最后却把原身往死路上逼。在古代，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流落街头，他们会不知道生不如死的后果。原来是有高人做法，在这个宅院中布下聚财敛气的阵法，用先祖的辅佐保佑其后代官运亨通，永世不断。土灵术起！这是凡胎，无法承载如此强的法力。差点没想起这里是古代，用以前那么大的力道，恐怕是要将整个江府翻转过来埋在土里。我可不想无端弄出几十条人命，若因泄愤而弄出牵连因果，恐怕日后2次飞收降下的就不是9981道天雷，而是99881道天雷。这根本不是什么福德，将这个阵法确实能保江家百年官运亨通，可用的全是无辜孩童的性命。偷来的富贵总该是要物归原主的。今天我不仅要给原身讨一个公道，也要给这些被囚禁了上百年的怨魂一个交代。行了，这江家的气运今天算是彻底绝了。当务之急是先去前面的集市找点古代纯天然的小摊充实一下肚子。哇，我在21世纪吃惯了各种科技添加剂，今天倒要尝尝这纯天然的古代面条能有多香。萧千重，你刚刚一直盯着那边树下的女子看，怕不是看上人家了？如今她离开，要不我去帮你要个她的性命？我不过是看他在树下捣鼓，看是否入府行窃的窃贼罢了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？那么好看的一个姑娘，你居然会觉得她是窃贼？唉，怪不得你20又3了还没成婚，哪个正经人家的女子敢嫁给你？哎呀，哎呀，我这嘴欠，我自罚一杯。古代的衣服怎么不做衣兜啊？原身攒了好几年的银子，居然就只有这么一点，真没想到1分钱难倒英雄汉。
我居然也有为钱忧愁的一天。大娘，馄饨多少钱一份？3个铜板。你一个姑娘家，怎么身边没人，家里人也敢放你出来？算你2个铜板，吃了快回家，外面的人坏得很。哥几个瞧瞧，那不是江家刚被轰出来的那个假货神经络吗？美得跟仙女一样，偏偏连个护送都没带，还得在路边吃2个铜板的馄饨，这贾小姐心里怕是意难平。走，咱们凑上去乐呵乐呵。小美人儿，一个人呀？要是一个人的话，陪哥哥们吃点东西。这顿饭，哥哥给你买单，如何？一个人，不接受拼桌。你们这群小混混，上次在我这里吃的馄饨钱还没结呢，这次来骚扰我的客人做什么？再不走，我告官了啊！大娘，我们这就走。大娘，姑娘，那几个是这一带有名的混混，你见了他们躲着点儿，我看他们8成是看上你好看了。谢谢大娘。这有啥？你快些吃了回去吧。要是觉得大娘这里的馄饨好吃，下次还是收你2枚铜田。前世本座出身玄学世家，人人都对我敬若神明，像这般来自陌生人毫不掩饰的纯粹善意，当真是第一次。哎，姑娘，说好了只收你2个铜板的，你怎么还多给？大娘，你之前有个5岁的女儿丢了，是不是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跟那死鬼男人10年前从家乡讨饭，一路找来京城，如今男人都疾病在地，动弹不得。姑娘，你是不是有我闺女的消息啊？你女儿还活着。今晚你收摊后，在回家的第1个路口右拐，等1刻钟就能见到她。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下次来我还是收你2枚铜板呢。只剩3两碎银，吃喝完连个客栈都住不起，难不成我真要去睡桥洞和破庙？算了，没钱去挣就好，没必要委屈自己。不愧是我，字真好看。唉，多标致的小姑娘啊，可惜脑子坏了，年纪轻轻就沦落至此。不是，这群人把我当成要饭的了。小美人儿，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？要算命吗？算命？谁信你会算命？看你长得这么细皮嫩肉，我出来摆摊算的都比你准。小美人儿，别挣扎了，跟了哥哥几个，保管你吃香喝辣的。凭你们，不是说古人最是迷信吗？怎么感觉自己碰到的人还没21世纪的人迷信？至少在21世纪，我摆摊还有小姑娘上前看手相，现在摆个摊儿，居然被人当成了乞丐，难不成是平头百姓穷苦看不起世，只能去找大富大贵的人家薅羊毛？帅哥，要算命吗？我看你印堂发黑，霉运缠身，是要早死的样貌哦。我不算命，你先给自己算一卦吧。哎，对方身上明明阴气缠身，分明是被人以邪术替换了命格的将死之相。按理说，他应当是来寻求破解之法的，为何这般反应？算算，你没有在官府报备，靠着术法坑蒙拐骗，要进去蹲几天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他到底想要干什么？该不会是想要用它来对付我吧？要么就罚款5000两银子，我大发慈悲放过你。5000两？你怎么不去抢啊？我浑身上下只有3两，你一开口就要5000两，这分明是钓鱼执法，碰瓷！对啊，我就是在抢你。我是好心提醒你，你怎么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？1万。你把我抓起来吧！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！真是你没见过这样的骗子！哼，绑起来！气死了！我好心好意帮你，你还要抓我！哼，不然呢？
白给你送钱。那你自身没问题，我会主动找你说话吗？你是不是最近每晚都睡不好？和你亲近的人都生病，严重的病重不起，而且和你定亲的人也都各种莫名其妙的和你退婚，你的姻缘线被人剪断，命格也被人替换。对了，你最近应该能感觉到霉运缠身，都到了喝凉水塞爷缝的程度了。大人，基本功做得不错嘛，调查的这么仔细。可整个圣经谁不知道我曾订婚2次，退婚2次，是个克妻命。啊？克妻？妻宫饱满，谁传出来你是克妻命的？完了，刚才说我姻缘线被剪，现在再想讨好我没用了，拿不出银子就进去蹲2天吧。等等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哼，连准备要骗的人都没查出名字，也好出来在我面前晃悠。单前用，记住了，下次准备好再来骗我。才不是为了在狱中每日念叨你的名字，日后做鬼了也找得到罪魁祸首。穿越第1天就成了阶下囚。好消息是晚上睡觉的地方着落了，不用顶着风雨睡破庙。坏消息是职业生涯居然被一个凡人质疑了，真是气杀我！他的命格太古怪了，被偷换命格本身必须得自身同意。他明明一副毫不知情的蠢样，况且他八柱俱全，周身隐隐有真龙紫气卸护，谁能轻易盗走？一个圈救，2个圈不救。单千月，等下次你跪着来求我的时候，就看这些圈是单数还是双数。公子，这后面是有什么东西吗？当真荒谬！本官最近定是公务太累了，竟然会被白日里那妖女的话所影响。若传出去，岂不让人笑掉大牙？公子，公子怎么不继续走了？装神弄鬼，说你是谁？将府里这青蛇处理掉。今晚第2次了，莫不是白日那女子说的是真的？荒谬！天底下有真本事的道门皆是白发苍苍之辈，那沈锦洛长了那么一副勾人的好颜色，在街上风言风语，不就是为了勾引本官吗？哼，定是府里有心怀叵测之人暗中下手，本官暂且秘密调查便是。这小姑娘说自己会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女儿，应该是真的吧？对，一定是真的。我从没和外人说起过来京城是为了找女儿。那姑娘手段了得，定是神仙指引。你不要偷猪！那银镯子是老伴儿当年亲手打给闺女的。素娘。幸亏官差昨天把我送来这里，要是去那漏风的破桥洞，我昨晚得冻得没了半条命。沈锦洛来了。沈锦洛，可是官府记录，你原名江锦洛，是江家3小姐。原来是喽。他们现在把真的江家3小姐找回来，就把我赶出来了，所以我给自己改名沈锦洛。昨日的事是我的不对，所以你是准备找我办事吗？你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很严重了，要是想要彻底解决，需要加钱。沈小姐，请停止你的幻想。要是你还在外面坑蒙拐骗，我依旧能再次将你抓进来。我知道你一个弱女子，想要在世间生活不容易，没有富家庇护，身无钱财傍身，只恐怕是举步维艰。我愿资助你一些银钱，要是在外遇上什么不公的事，只要来这里报我的名号就。天哪！原来这凡界当真有白送钱的冤大头！什么破产假小姐，什么劫后俗生，这分明是行走的金山，活生生的财神爷啊！虽然不多，也是我的一点心意，拿去寻个营生。小气鬼！但凡把那叠银票分我1/10，
命格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大人，你真的是青天大老爷，我三生有幸才能遇到你这样的大好人。大可不必。单千中那家伙轴是轴了点，但这人本质确实坏不到哪里去。哪怕为了这100两，这咒我也得给他想办法解了。不过得先找个地儿落脚，再寻个机会怀柔接触。你这房子有问题吧？确实，10几年前死过人，要不是这事儿，这地段的宅院起码200两开铺。姑娘，75两，交个朋友。30两，30两，那我再给你请个丫鬟婆子照顾，白送给你好不好？前不栽桑，后不栽柳，院中不栽鬼拍手。你这院子的杨树就是鬼拍手。这10年间这儿买了又卖，哪家没家破人亡？真当我看不出这里的血光怨气？30两就30两，出了事儿可别找我退钱。没问题。还我命来！有病啊！老娘刚洗好的床单。会做饭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家温苗，旁人都唤奴家温娘。你那身红煞气气很重，是真杀过人吧？怎么还要我超度？大人明鉴，奴家遭人分尸，尸骨无存。如今阴差不认奴家名籍，只能在这暗无天日的京城游荡。求大人能看见奴家，奴家寻回尸骨。寻尸骨？这10几年间往来这里的道士也不少，怎么他们看不见你，还是说你压根没让他们看见？大人冤枉！那些人看见奴家都说要道士来超度奴家，奴家为了活命，不得不正当防卫啊！鬼话连篇。温娘，前面的事暂且不提，你一会儿求我超度，一会儿又说面对道士是正当保卫，你这嘴里到底有哪句是真话？大人吃了奴家做的菜，居然连这点小忙都不可帮，人善被人欺，鬼善被人欺，奴家还不如找块豆腐装死算了。你已经死了。好了，别哭了，难听死了。奴家生前是秦淮楼有名名伶，唱功一绝，这不影响你死了哭的难听。我可以超度你，只是你身上血气深重，入了狱成了厉鬼，必须要在底下服役几年才能洗清罪孽转世。不行！事到如此还不说实话？不说，你以后别想踏出这院子一步，永生永世给本座做厨娘吧。大人，奴家哪怕不得超生也没关系，奴家要那个杀了我的男人死。行了，去收拾碗筷吧，这些因果牵连太大，我洗漱去了。奴知道这要求过分，如果大人替奴家了却宿恨，奴家愿意和大人签订奴契。你这野鬼还懂奴契？一旦签了，你可就永世不得超生了。求大人帮帮奴家。你若是拒绝，我说奴家哭声难听，奴家就天天在你耳边哭号，饶你不得安生。好了，别哭了，明天我就带你去报官。大人手段高超，挥挥手就能把那男人抓起来，为何要报官？我们都不是官差，那男人既然活在公道下，自有官差惩处。我随意裁决人命，身上业障太深。奴家能感受到他还没死，杀了我之后他还逍遥快活16年，他不配。哦，那负心汉和你什么关系？他是奴家的夫君。好大的瓜！奴家本是秦淮楼名伶，卖艺不卖身。那时他只是个进京赶考的书生，在楼里听了一夜曲，就求我赎身，承诺功成名就后娶我为妻。不想他却……喝口水，冷静下。奴家是鬼，喝不了水。他嫌弃我出身安杂，不愿纳我为妾。他为了谋求更高的官职，便生了退心，恨不得立刻铲除我这块绊脚石。好一个一刀两断，他想断得干净，是不是就得让你死？他与家里谎称早与我断了清白，竟狠心借口探视，亲手将我捂死在床上，丢进了这院子后面的枯井里。我恨自己识人不清，更恨自己有眼无珠，竟把那豺狼当成良人。哪怕是鬼，也得向前看。别伤心了，一个烂人而已。下辈子投胎，我一定亲自去跟阎罗打声招呼，给你安排8个8块腹肌的男模，换着花样伺候你。总之，死都死了，别难为自己。把这负心汉的名字告诉我，明日我去帮你报官。张安。
张安静，原来是他，江府那位主母的宝贝亲弟弟，这京城里横行霸道的张舅爷。这么巧，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去，状告张安静杀人，证据呢？我看你是活腻了，想把牢底坐穿。刘庆，你床底下那5根金条是贪污来的吧？藏多么好都没用，你快回去看看吧。你夫人把你的私房钱找出来了，你想想怎么和她解释。你这女人在此妖言惑众，来人，把这疯子抓起来！刘庆，方才你夫人举证称你贪污设5万两银子，人证物证已成交。单大人，瞧，我这可是良民报案，1分钱不收。刘庆拉入大牢，沈锦洛，跟上来。如果你说的受害人现在还是受害状态，为何不去报官，却来消遣我？他就在我家房梁上荡秋千呢。昨晚他哭得太惨，治治恋爱脑是应该的。怎么，单大人还管受害人的处境？这里不是你玩笑的地方。告张安静人证物证供词，你连1样都没有，你是想把自己的搭进去玩吗？是不是张安静暗中威胁你了？只要你如实说，我定保你周全。真的没啊？你，沈锦洛，存心戏弄我很有趣。不是大哥，我真的是来报案的，受害者还在自己家呢。真是你，多谢你！若不是你算出素娘在哪儿，我们母女此生再难相见。谢谢仙女姐姐。不用，这是你们的善意换来的果。他被关在暗室多年，与外隔绝，根本不知有人寻他，能找到，靠的是命数。姐姐是仙女吗？我可不是什么仙女。大娘，你们今日来衙门是为了什么事情？我要告那买下素娘的人家非法拐卖，还要恢复素娘的官籍。放心，折磨你的人都会受到应有的报应。姑娘，若有空闲，定要来家中坐坐，我杀鸡炖肉等着你。快点，老太太到你了。衙门里没人听我说话，晚上咱们去蹲点。他总要出门，好歹让他吐出点什么东西。大人，您为了奴家奔波至此，您真是这世上最好的好人。大人，那个渣男来了。别冲动，那男人身边怎么跟着单千韵？大人，那个人您应该认识，那人身上有大人您的气息。大人，这缠住他的鬼物好生厉害，连我都要避让3分。你说我就这样不管，他们会不会见鬼？可咱们的目的不就是让那张安静见鬼吗？你说的对。张大人，下官公务繁忙，此事便告辞了。单大人，回去后可别忘了在令尊面前多替下官美言几句。下官备了些宝礼，明日便送去府上。张大人，可听见什么？好像是女子的哭声啊！鬼！有鬼！有鬼啊！你是哪来的怪物？蟑螂，蟑螂，你猜奴家是谁呀？是你，温娘，居然是你！蟑螂既然还记着奴家，可否还记得奴家是怎么死的？你是何人？不开口，本官便以恐吓公务冠冕为名，抓你进大狱。又是你们！这是什么？大人，他们怎么都像是疯了？被鬼遮眼了呗。别和我说你以前吓人的时候没用过这种招数。那大人你不去救他吗？那个年轻捕快身上可沾着您的气息，看起来和您关系匪浅啊。死不了，让他见识见识这世间并非全是官僚条文。等会儿我再出手破局，他才会对我这双天眼心服口服。总感觉大人与我以前见过的那些道士大不相同。
道士救人生是为之了积攒阴德，而我是先有阴德才去救人。修行者修的是本心，天机因果哪有那么容易被凡人看透？当着我的面杀人，问过我了吗？嚯！大人，我刚刚可是救了你的命哦。大理寺的判官杀人犯去坐牢，这救命之恩，你打算怎么感谢我？沈景洛，又是你在搞鬼！好啊，演得一手好戏，用江湖术士的下作手段制造幻觉，就是为了蛊惑本官。说，你到底是受何人指使？放手！这就是你的真面目了，不装了。如何？大人现在清醒一点了吗？不是，你这又是脸红什么？温娘，饶了我吧，我都是有苦衷的，我不该杀你，我错了，我真的后悔了。苦衷？这就是你的苦衷？把我大卸8块，每年还要找道士封死我的鬼魂，让我永世不得超生！我恨你，我要你命！够了，温娘，此人罪孽虽重，但闹出人命与你转身不利，退下。不行，大人！单大人，现在还要说我是在捉弄你吗？单大人，救我！有鬼！温苗那个贱人回来索命了，那些道士骗我，他们收了银子，却没押住这鬼。奴家温娘叩见大人。15年前，张安静将我碎尸丢进枯井，请大人为我做主，将其归案。哟，好舅舅，多日不见，怎么这副地德行？是你，你这不知死活的小杂种！早知你是个没脸没皮的贱种，当初主母讨要你做我这5品官员的继媳，你就该感恩戴德，而不是在这坏我好事。原来如此，张安静，你还真是畜生不如。哈哈哈哈！废物哪凉快哪待着去！你还想攀高枝？六皇子也是你能想的。沈锦洛，对付此种人自有律法，不脏你的手。经人报案，怀疑其涉及多年前温苗命案，押回大理寺严审。这么果断，官官相护还没听过吗？你不怕江太主？我大费周章的跟着他跑这一趟，你以为是为什么？正是怕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妮子，明里暗里被他们吃了还不自知。你是特意保我来的？自然。总之，不论何时何地，若有不公之事，直接找本官。我不在此处，便去大理寺。这人怎么转性了？喂，有事？之前你说我命格有问题，须得详细破解。大人不是说我搞鬼吗？有空给本官讲讲吧。八字全换，4柱皆丢，找回命格乃逆天之举，一共5万两白银，给你个友情价，44400两，数字吉利，保你发大财。我不去想你从哪掏出的算盘，44400，你这吉利价怎么看都像是送我上路。大人，成交吗？这可是我出道以来最大的一单。成交。我有个要求，在这期间，你只能对我一人负责。什么意思？是要我给你做全职保镖？你也说了，我现在命悬一线，若是因为你的不负责，我下一刻就去见了阎王，你这买卖岂不是断了个大客户？这么信我，不怕我拿钱跑路？私吞，你可以试试。好，好得很，居然威胁我，这个仇我记下了。光天化日，在此地拉拉扯扯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就事论事啊！你这一身命格被人动了手脚，万一那幕后之人在你身上安了个窃听器，我俩说的话被听了去，你这5万两不就打水漂了？什么？窃听器、测听器，这是何种妖术？隔墙有耳，来，低下头，悄悄说。就是这样，听懂了吗？温娘，这就走了？不然呢？本半仙很忙的。既然雇了你，命格没解开前，你便是本官的12时辰贴身护从。大哥，有病治病，
我就接了个单子，什么时候成贴身护者了？大人，他这是赖上您了。闭嘴，拿人手短，银票到手，这烫手的生意真是没法推。那个贴身护持嘛，那得加钱。缺钱缺成这样，那这定金难道不够你的身价？那哪能啊？这叫物有所值，加钱是规矩。开玩笑的，那什么，大人你要是没地方睡，我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，回家把柴房收拾收拾，给你安个床。变脸也不用这么快，倒也不必如此刻意。我只是想让你拿个符挡挡煞，怎么，你连符都画不出？胡说，你那是命格被换，贴符没用。非要找什么符？行，把你腰间的玉佩给我。大人大胆往前冲，那玉佩可是定情用的，他这分明是在扮猪吃老虎。这可是我家祖传的信物，留给未来当家主辅的，你若收了，可就摘不掉了。废话真多，进化了再还你。你未来的媳妇儿就算知道了，也不会介意的。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？大师的秘密，你少打听。我走了。大人，其实奴家那尸骨并未化灰，我之前哄骗了您。哼，我知道。大人不生气。我要是真信了你的鬼话，才是有病。要不是嫌你哭得跟鸭子叫似的，实在扰人，我才懒得趟这浑水。大人说话好过分，奴家的心快要痛死了。打住！再哭一句，我就送你去官府。奇怪，刚才那是哪里来的鸭子在乱撞？吵死了！老爷这么晚还没回来，路上该不会出什么绊子了吧？井不深，却连个回声都没有。温娘，这就是你瞒着我的事。这井里可不仅仅有你啊！大人，那日我死后，那畜生用阵法锁住了我的怨气，还把我肚子里那个未及出世的孩子也一并困作了利器。这个孩子是无辜的，请大人不要伤害他。张安静害你时，竟连亲子都不放过，这胎儿未见天日，几成裂碎。温娘，你留着他，以后只会害了你自己。大人，下辈子若能投胎，求您送他去个普通人家，不求大富大贵，只求一生平安。行。沈景洛，你是猪吗？外面都乱成这样了，你还能睡？贱蹄子，骚狐狸！江锦洛，你这贱蹄子，你竟敢害我父亲入狱！你这骚狐狸，定是用了什么邪术谋算我张家！张小姐，这里是命案调查现场，再敢喧哗，别怪本官将你一同收押。大清早的，你就带这票人来给我拜青年？奉令搜查，我们要找张安静杀人的证据，尸骨。走吧，我带路。表姐，这尸骨都挖出来了，你那一辈子清明的爹，现在是杀人犯了，你是不是也该去领个探监牌啊？你胡说！这尸骨定是你藏在这里藏陷害的！啊！这也能怪我？你脸比头大，身材又短又小，还没长开就想着出来咬人。你那靠山姨父都保不住你爹了，你还在这儿狗叫什么？你这没人要的畜生，给我撕了他！张小姐，人证物证俱在，劝你自重。这群杂碎活该被吓破胆。吓唬那两个蠢货的幻想，还是你那一套吧。大人果然会演，那点小伎俩只能吓住蠢货，可吓不到我那个假妈。现在张安静谋杀证据确凿，江府主母肯定会为了保全他弟弟来找我谈判。不准备点好东西，怎么对得起他养育我10几年呢？三小姐，别来无恙啊！哟，不仅牙补好了，这说话速度都变快了。三小姐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们是奉主母之命来接你回江府的。别跟我套近乎，想要我回去，张氏是打算把那位真金戈巴扫地出门，还是想把我骗回去，好背地里弄死我？雨
雨柔小姐是主江亲女，尊贵无比，岂会像你这种被赶出来的野狗？回去那是给你造化。造化？行啊，想要我出面澄清张安静是被污蔑的，没门儿，除非让张世清来跟我谈。你的话还不配站在这儿和我废话。牙尖嘴利，话已带到，回不回去看你自己。我们走。接下来的7天，够你在阿飘们的陪伴下，好好品味什么是人生无常了。大人，其实坊间都在传您要出面替张安京那渣男平反，若是您真回了那个茅坑，奴家不仅没法报仇，还要眼睁睁看您往火坑跳。回江府，那个臭烂的茅坑里全是蛆，我回去干什么？羽化成苍蝇陪着他们在那儿嗡嗡叫吗？大人，这就是您堂堂千金的口才，真是让人莫名带劲。你倒是过得比谁都舒坦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倒好，答应做我的护从，这都过了3天，连个人影都见不着。张安静判了，编50，贬为庶人。这点惩罚对杀人犯来说是不是太轻了？江姑宁在朝中势力太大，能做到这一步已是极限。大人，我希望张安静出狱后，你届时能允许我去一趟。不行。为什么？是因为江姑宁确实在背后周旋。程璇，秘密。申锦洛，我可是给了你15000两的定金，在你这儿连碗豆花都讨不着，要不这钱你还给我。你吃，吃完了正好，赶紧把你身上那残留的阴气给我处理掉，省得你见天地用银钱要挟我。那玉佩已经净化，为何我身上还有缠绕感？这2日你都住哪儿？衙门1晚，其余皆在府中。那根源绝对在你家中，我得亲自去你家查看。娘哎，大人这是要霸王硬上弓吗？没长辈邀请就去南方府邸，这是妥妥的先下手为强啊！申锦洛，不知道你怎么想，但是未婚女子无长辈引领下帖，主动拜访男方，你不怕日后无人娶你？男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。说回正题，那玉佩只是表象，邪祟既已出现在你府邸，除了这块玉佩，你府上当真没有别的怪事？什么夜半莺啼、鬼脸串门之类的？那些虚妄之事大多不记得，只觉入夜后无论盖几层被子都如坠冰窖，这也算吗？别动，让我细看。金光环绕，本该是紫气东来的富贵命格，可如今眉间血线缠绕，紫气金光竟在被一点点吸食，换命术已至最后一步。按理说你此时该是百鬼缠身才对，为何你独居府中却安然无恙？许是以前在战场上杀气太重，鬼神皆避。玉佩我已经净化，上面的阴气是被沾染上去的。你仔细回想，最近这块玉佩有没有走失或者被人借去吧？江锦洛，江锦洛，你这个不孝女！江锦洛，你这个不孝女！娘亲，只要我们同意让姐姐回去，舅舅那边的流言就能平息吗？若是能解了爹爹的威信，雨柔愿意离开江府。姐姐毕竟是家里的长女。傻孩子，不关你的事。江府养了她16年，她倒好，不知感恩，还敢去大理寺胡言乱语，这一身白眼狼的习性，正好今天带回去好生管教。听说江夫人找我，袁氏和那几个丫鬟婆婆呢？你竟敢把江府的家奴拧送报官，好大的胆子！怎么，江夫人这是想亲自进去陪他们吗？你这逆女，我是你娘亲！江景洛已经死在被你们赶出府的那天了，现在剩下的是沈景洛。你们今日来，既然是为了张安静那个人渣，那我就把话撂这儿，好马不吃回头草，我们之间彻底没戏，滚远点儿。姐姐，我知道你都是因为嫉妒我才去造谣舅舅的，只要你放过舅舅，我愿意离开江府。只要爹娘不再因舅舅的事操心，雨柔受些委屈又算什么？这出母慈女孝的戏码，真是让人反胃到极点。你够了！这16年来，我江府对你客客气气，你不过是个鸠占鹊巢的野种。你占着雨柔的位置16年，不仅不知感恩，竟还敢在这儿闹脾气。现在立刻给没长歪脑子吧！你们母女是没完没了的指责，听得我太阳穴都要裂开了。这2人怕不是脑子真有什么大病。这里是我家，
你们非法闯民宅，我没报官把你们抓起来就好了。你现在还要求我给你道歉？江景洛，你都把雨莉给欺负哭了，你道个歉怎么了？真是活见鬼了！若非还要守着这最后的底线，真想反手把这对母女扇到九阳云歪去。没关系，现在舅舅的事最重要。姐姐只要愿意出面解决舅舅的流言，雨柔受点委屈没什么。好茶，当真是好一出茶艺乱舞。哪里来的流浪狗在吠？吵死了！文娘，快赶人！文苗，江景洛，你真的把他放出来了？夫人，好久不见，您年年请道士给我插桃木剑，这滋味真是好受得很啊！江景洛，你这巫女，快把她收回去！别乱讲，现在在你面前的是沈景洛。再说了，温娘回来报仇那是天地义，你作为她前夫的亲姐姐，心虚什么？果然，所谓的大家长气势，不过是一具只会颤抖的痴壳罢了。擅闯民宅在先，如今这又是装晕又是碰瓷，江府当真是好大的威风。哼，擅闯私宅，惊辱民力，全部带回大理寺严加审讯。糊涂，简直是糊涂！我江家百年清明，如今全毁在你们这对姐弟手里。老爷，安静此次分明是被那沈锦洛栽赃陷害，你若不出手，我张府满门就真的完了。蠢货！要不是那沈锦洛背后有人，我又何至于此？如今这烂摊子究竟该怎么填？混货！证据确凿，签字画押，你让我怎么出手？你这蠢妇，当年你是怎么保证张安景那混账能料理干净的？若这枚弃子已然无用，那便是他该担下所有罪责的时候了。是那奸夫温苗的事，安静他说都处理好了。老爷，这都是江锦洛那白眼狼，定是他挖出了尸骨报复咱们。江锦洛，不错，他住的那个鬼宅，就是当年安静金屋藏娇之处。是他构结了永宁侯世子单千公来整我江府。单千运，永宁侯的独子，贵妃娘娘的亲外甥，他攀上了世子，所以才敢如此肆无忌惮。老爷，这沈锦洛定是想拉江武落水。攀上了单千运，哼，若真是如此，这贱丫头还有点利用价值。你要我不计前嫌去请那个贱种回家，他都改名沈锦洛了，他根本不认我们了。蠢妇，他不认江家还在京城，只要他能单牵着身边人这个身份为我所用，江府的危机弃之如素卫的棋子，若是能换来世子的庇护，便是他此生唯一的价值。你还有没有心？我弟弟还在大牢里受苦，你在想什么？你竟然还在做你的攀龙附凤梦！来人，把夫人拉下去关入后院，没我口谕，谁也不许见。江姑娘，江姑娘，你不能对丈夫见死不救！你们先去试探一下魏魏四卿对江锦耀有没有私心，要是没有，你们就找人秘密把他暗中抹除。若是杀不掉呢？那就毁了他。既然做不了江府的垫脚石，那便让他变成江府最干净的替死鬼。真是个唯利是图的软骨头。当年原身被赶出家门，真千金栽赃陷害时，这对夫妇哪有一点为人父母的爱护？原来在他们眼里，子女不过是换取荣华的筹码。年贵房府不再牵涉你，从今往后，这江府的荣辱存亡，与我再无半分瓜葛。这茅坑里的蛆，我可没兴趣再搅混。我得空出来找碗饭吃。既然温娘去江府传话了，我就没必要陪这群蠢货耗着。穿越这么久，这还是第一次感受到这凡界的烟火气。这些杂役玩意儿，比修仙界的枯燥练功可是有趣多了。修仙练功多没劲，还是在这大金枝里当个富贵闲人，吃吃喝喝才是人生巅峰。姑娘，行行好吧。这碗，奇怪，这孩子本来该是一生顺遂的命格，怎么如今印堂黑气凝结，气运隐隐有被剥离成死脉的迹象？就这点铜钱，明日再赚不到银两，你便去城东桥头乞讨，生病买药，家里是一分多余都没有。师傅，小爱快不行了，求求您带他去趟医馆吧。这班主身上竟有一丝剥离运气的阴邪之气，怪不得这少年的生机被吸干得如此快。想让老子拿钱治那病瘿秧子，你去死吧！这位大人，对这个孩子使这么大的劲儿，火气不小啊。这人身上的阴运竟是掠夺来的，难怪这孩子成了傀儡。也罢，今日便算你倒霉，撞到了我手里。你是哪来的丫头，敢乱管我班里的家务事？这位小朋友我看上了，开个价吧，多少银子你肯卖？买这废柴？你是看他身子骨轻好使唤，还是又一个想发善心的傻婆娘？别管我为什么买，
倒是你印堂发黑，命门震动。提醒你一句，今晚别走大路，当心有血光之灾。呸！哪来的疯婆子？老子没钱给你算命，赶紧滚！那就救他，10两银子，我给你钱，你带他去医馆。10两银子，这病秧子能不能活还两说。行，你有钱就拿出来，老子立刻带他去看病。我只给你一次机会，你们刚到圣经不足1月，背后并无官宦掩护，这些孩子到底是哪儿来的？虐待成了这样，你说若是大理寺的单大人听了去，你这脑袋还保得住吗？你休要信口雌黄，他们都是没人要的孤儿，老子是好心收留。是吗？那你最好祈祷这几日别倒霉。这孩子心性坚韧，留他一命，未来或许有大用。因果既定，且看今夜这场血光之灾究竟会演变成什么样的惨剧。哟，单大人还没下旨呢，这是在翻陈年旧案？深更半夜又是你总能准时撞上麻烦。说吧，这次又是何事？没，就是刚才在深巷里见这个被人牙子虐待的小男孩，顺手帮了一把，顺便给他们指了语录。又是这些人，且手法如此老辣，这京城之下竟还有如此毒瘤。反正我在他身上留了符，跑不了。喏，跟着他去抓人吧。那个，你身上阴气很重，这府邸我不放心，今晚要不我去你家坐坐？申锦洛，我是判官，你是女子，未婚女子贸然套访男方居所，你是真的不懂生育为何物。我是为你身上的命格担心，你都要死了，居然还在这儿跟我强调什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真是个迂腐的呆子，连自己快要断气的叶将都看不出来。再犹豫下去，你就只能去阎王爷那里守公文了。若非我还要找凶手，真想直接把你这脑子给砸开看看，里面是不是全是这些弯弯绕的破规矩？你这个不可理喻的女人！申锦洛，你如此执着于本官的命格，怎么？难道是因为心悦我？啊？啥？我好心帮你斩妖除魔，你居然想占我便宜！臭男人，离我远点！闭嘴！这是给你的定金。大人，你看，咱们谈生意就谈生意，别动不动就搞什么情感攻击，挺伤和气的，是吧？启禀大人，正如那纸鹤所指，我们在城门抓获了正欲连夜潜逃的杂耍班子。又是你，这疯女人！我走得好好的，凭什么抓我？别乱动，心急火燎的赶着出城，这是做什么呢？你这妖女！回旅店的路上我就觉得背后发毛，走哪儿摔哪儿，原来都是你在搞鬼！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亏心事做多了，走在大路上都能撞鬼。你若真清白，跑什么？若是你不走大路，飞往城门那死胡同钻，那些官拍哪能那么快堵住你？还不快招！何方人士来京城，到底意欲何为？草民尤达官，无县人士，只是来京城讨生活，都是这女人污蔑我，还敢狡辩！押入大牢，严加审问。大人，是她，就是这个贱女人污蔑我，她处心积虑想害我。冤枉！那死在你手上，被这乔镇吸干精血的那8条人命，也是冤枉的吗？你福德薄，亲缘浅，本该穷困一生，用了这种见不得光的换命阵，让那位大人替你改了命，代价呢？代价就是你得像条狗一样，帮他搜罗命格极佳的童男童女。那是他们死得其所，没有我的桥，村里人怎么发财？那几个孩子死后，村民们天天走在这桥上，这就是他们的使命。一个死得其所，把他之前提到那座修桥的村子记下来，去掘地3尺也要给我翻出证据。申锦洛，把命躲开！今天终于能送你去死，陪我一起走吧。你所谓的保命手段，就是这东西——眉骨钉，炼化横死之人的眉骨，真是又丑又脏。那是何物？大师的秘密，大人还是别打探的好，毕竟知道的太多，可是会折寿的哦。搜身，把这畜生身上每一个角落都给本官搜干净，连牙缝也别放过。大人，搜遍了，再无异物。眉骨钉炼制极苦，需在人身前最后一口气时，活生生剔下眉骨。此钉寄生恶鬼，一旦入体，原主灵魂顷刻便会被撕碎。此术早已失传，
没想到竟会在这小角色手里见到。那又如何？这都杀不了你，说明你才是这世间真正的怪物。这男人下手真够狠的。这东西留着就是祸患，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这种垃圾对我起不了作用，倒是那尤达官，他身后的人为了身份不暴露，很有可能采取杀人灭口之策。在我的地盘，还没人能掀得起风浪。大人，这群孩子已查验完毕，确实大不多是拐骗而来，正准备核实家乡送回。仙女姐姐，是你报官抓了那个坏人吗？那个算是吧。不对劲，气运还在消失。这孩子并非是被普通拐卖，而是被一种更高级的阵法当成了容器，在抽走精髓。这就好了。小爱之前高烧不退，全靠姐姐那颗药丸救了命。小爱，快谢谢仙女姐姐，要不是她抓了坏人，我们可能这辈子都回不去了。谢谢姐姐。什么仙女姐姐？我看那就是个下九流。衙门内，把你的臭嘴给我放干净点。就是他，是他陷害了班主。班主待我们如家人，教我们本事，这女人凭什么毁了他？王宁，你脑子坏了吗？班主那是训练吗？那是毒打。小爱发烧3天3夜，你是亲眼看着的。那是师父为了磨练我们。为了磨练？那你最好的兄弟松哥呢？他为了护你，被你师父生生折断四肢，丢去要饭，至今生死未保。那是他活该。王宁，尤达官确实给了你一点苟且的权利，让你做那班主的小头目。可是你看，你的身后是谁在看你？不是我，是师父，我是听师父的指令。王宁，我也曾护你如亲弟，你为何出卖我？为什么要将我交给那魔鬼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是被逼的，是班主逼我去的。姐姐，她这是怎么了？自然是拥抱他期盼已久的报应。夜色太深，你一个女子在外不方便，我送你回家吧。单大人真是大侠风范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。早知这一串产业线背后有这么大片的功德，我一早就该来揭发。若非你，这数十名孩童就要彻底毁在那个恶魔手里了。这叫大侠逻辑，凡尘有此一劫，也是这群孩子命不该绝。走吧，前方巷口窄，别摔着了。这凡间的月色虽美，却还是比不上清修时那老头子们骂我的嗓门响亮啊！哼，好大好圆好亮的一轮月亮，唉，这辈子修仙修傻了，居然憋不出半句诗来。天真可爱，倒也别有一番直率。笑什么？觉得我没读过书？前世那群老古董若是知道我沦落至此，怕是早就在师门哭成泪人了。毕竟像我这般天壮奇才，万年难遇。单千若，你家规矩那么多，难不成是什么京城显赫的大户？算不到显赫，不过是父亲永宁侯，外公护国将军，姨母也是宫里的贵妃罢了。官二代啊，还是皇亲国戚？你这身家背景，不去当纨绔子弟，非要在大理寺当苦差？问得这么仔细，沈景洛，你这是把我的底细都记下了。这是职业习惯，我要去你府里办事，总得避避雷。一不小心撞见什么皇室秘辛，我可是要被灭口的。那你可得跟紧我了，府里的秘密多得很，若是看见什么不该看的，那我可保不住你。你这人怎么还在拿我虚开心？之前罚我5000两银子的时候，怎么不觉得家风清廉了？那叫还算清廉，毕竟我没把自己算进去。哼，我看你就是个败坏风的叛逆少年。张安静，杀人埋尸罪大恶极，判杖刑50，处贬为庶民，终生不得入朝为官。
这畜生害了，杀人偿命啊！杀人偿命！小姑娘准头不错啊，这石头给你，帮我给那恶贼开个刨。我准头不好，砸不死那狗官，不能就这么便宜他。臭鸡蛋烂菜叶就算了，石头是会砸死人的，报仇还是亲自动手才够爽。若真把他砸死了，这笔烂账反倒成了死账。官爷冤枉啊！我们就是买了个丫头，哪里知道她是被人贩子拐来的。别废话，买卖人口这罪过，我们可担待不起啊！馄饨摊大娘，仙女姐姐又见到你了。沈姑娘，在这儿居然能碰上您，真是好人有好报。大娘，你们这是做什么来了？就是他，当年拐走素娘的恶贼，我要报官，把他们都抓起来。这股气息。大娘，你们是哪里人士？我的家乡是吴县鸭子村的。又是吴县。大人，那女人身上有和当年害我的那个道士极其相似的气息，还有吴县，那是那群邪修的老巢。看来是一条线上的蚂蚱。这女人身上竟有那种阵法的残余气息，无限，果然是那些邪修的大本营。仙女姐姐，你怎么了？素娘，再仔细想想，在那黑屋子里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人，或者什么味道？不记得了，只觉得好冷，好黑。看来真是被人以阴损法术封印了记忆，想从这孩子身上挖线索已是不可能了。大娘，你们与那人贩子可有印象？那个叫尤达官的杂耍艺人，你们可曾听过？大尤，那不是当年村里的泼皮吗？后来跟着杂技班子跑了，说是挣了大钱。前阵子素娘失踪，还是这孙子假好心，告诉我在京城听见了素娘的消息。原来如此，原来他从一开始就是这场局的诱饵。尤达官今晚已经被我送进大牢了，他用换命阵杀人的手段也已败露，缘分已尽，后会无期。娘亲说他是最厉害的神仙，会保佑人岁岁平安。这份祝福，素娘想送给姐姐。姐姐虽然厉害，但坏人有很多，姐姐一定要平平安安的。傻丫头，知道了。怎么来了也不让姨阿姨多说一声？今日处理得快，我早些下节了。古代的伙食又没加科技与狠活，怎么这人头身比长得这么万变？这肩宽，这长腿，这哪是判官啊？这是行走的荷尔蒙吧？手下说你在忙，我想着在这里等你也是一样。这种琐事交由少卿去办。今日我有急事要处理，休假一日。这地段，京城的寸土寸金，当真名不虚传。那便是永宁侯府了。你家？我小时候住的祠堂，都没你家这气派。触景生情了吗？你原先也是养在江府深宅，如今却让你住进那等荒宅，确实是我。你能出去住几天，把这豪宅腾给我住吗？给世子请安。侯爷说了，既然带了朋友回来，晚膳便设在主位。待他不许拘你。这是我的贵客。官说好，我就借住几天，别把我当亲人，当个空气就行。那就麻烦官叔了。单千运，你家阴气重的有点离谱啊。如何？能看出什么吗？